注意看，男人正在向女友求婚，殊不知一个变态男正注视着他们。然而下一秒，另一边求婚结束的两人正准备亲吻，忽然被一支弩箭击中眉心。原来小镇上出现一个专杀情侣的变态，不管你在任何地方秀恩爱，只要被他盯上，绝对难逃一死。女人被吓得躲在汽车后面瑟瑟发抖，下一秒一支弩箭紧随而至，看来对方并不打算放过她。女人急忙跑进葡萄园，趴在地上尝试寻找对方的位置，可她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，刚露头就被一支弩箭射中脚踝。但女人并没放弃，强忍着疼痛继续向前奔跑。来到酒庄后，正好和一位保安迎面相撞。女人以为找到了救星，急忙向对方求助，不料话音未落，变态男就追了过来，二话不说，一记小李飞刀将保安直接送走。然后拔出40米的大砍刀继续追击，女人趁机躲到角落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但最后还是被对方发现。好在她反应及时，成功关上了大门。可让她万万没想到，这居然是一台葡萄压榨机。女人被吓尿了，拼命向对方求饶，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在她撕心裂肺的呼喊中，变态男启动了开关，两边的液压装置向女人缓缓靠近，最后将她压成肉泥，榨成了葡萄汁。过去2年来，变态男杀人无数，每次作案时都戴着一个充满爱心的面具，因此被警方称为星星眼变态杀人狂。他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情人节上，专门对那些热恋中的情侣下手。由于他每次作案城市都是随机选择，警方至今都无法确定他的身份，因此让那些情侣感到恐慌，生怕下一秒就出现在自己身边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在博雅图酒庄发现了4具尸体，在现场找到一枚求婚戒指，内圈上刻着 JS 的缩写，和死者的姓名完全不符。我赶紧拿出手机输入，确实如他所说，听说在手机上输入我是一个，然后连续点击第一个字就会暴露你的人性。看到如此变态的作案手法，他们怀疑此人可能是长期生活在地下室的渣男，因长期找不到女朋友造成心理扭曲，或许是经常被撇腿的女大学生，因感情受挫开始报复社会。总的来说，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。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发现一张照片，这是摄影师在求婚现场被杀时拍下的。虽然有些模糊，但他们总算看到对方的身影，由此可以断定他确实来到了西雅图。现在距离情人节还有10个小时，足够他寻找目标，完成杀戮。镜头一转来到女主这边，女孩名叫艾丽，是一位广告策划师，被男友劈腿后对爱情彻底失去信心，只能将所有精力全部投入到事业当中。不料她精心准备的浪漫广告却惹得老板大发雷霆，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，居然把爱情和死亡结合到一起。为了提高效率，老板给他找来一位创意总监。艾丽看到后大吃一惊，原来1小时前他们在酒吧见过面，还差点因为一杯咖啡大打出手。会议结束后，大壮主动邀请艾丽共进晚餐，顺便聊聊广告创意的事。由于今天是情人节，酒店加强了安保措施，在门口设置了金属探测检查，以防止任何可疑人物携带武器进入。就在这时，警报突然响起，艾丽无奈地从包里拿出一根金属吸管，因为她讨厌3秒钟就变软的纸质吸管。随后大壮帅气登场，艾丽看到后两眼放光，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。结果两人刚见面就因为不同的爱情观争吵起来，大壮无力辩解，最后被气得跑出了餐厅。艾丽意识到错误后急忙追了出来，不料正好看到前男友迎面走来，激情之下一把抱住大壮吻了上去，强行让他在这对狗男友面前演了一场戏。殊不知这一幕正好被寻找猎物的星星眼看见，立马将两人列为今晚的虐杀对象。随后大壮把艾丽送回家，准备离开时发现她没带钥匙，这让他终于看到了希望，不得不在女神面前表现一番，结果用力过猛，不小心把手划伤。艾丽见状急忙把她带回房间进行包扎，可此时她的房间就像灾难现场一样杂乱不堪，内衣内裤扔得到处都是，最可怕的是她的电子玩具就在她身后。艾丽急忙起身装作若无其事的把它收起来，不料打开衣柜后发现星星眼早就在此等候多时。大壮急忙冲上去一举救援，结果还没出手就被对方顶在墙上无法动弹。千钧一发技，艾丽抄起台灯，对准星星眼的头狠狠砸了过去，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，急忙跑出了房间，然后抽出大壮的皮带绑在暖气上，将房门反锁。然而就当两人放松警惕时，两人大叫着跑出公寓，正准备乘坐出租车离开，一支弩箭瞬间将司机爆头。艾丽被吓尿了，赶紧向对方求饶。说完扔下大壮掉头就跑，大壮和杀手被整得一脸懵逼，再次展开一场追杀。惊慌之际，他们跑进一栋废弃大楼，跑着跑着，大壮突然停了下来，以为已经将杀手甩掉，谁知下一秒星星眼突然从侧面冲出，直接将艾丽击飞数米。大壮再次冲上前与其搏斗，结果依然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没靠近就被一脚踹倒在地，后脑遭到撞击后直接晕死过去。艾丽见状只好丢下他继续逃跑，
星星眼在后面穷追不舍。艾丽跑到一个旋转木马旁躲了起来，可星星眼并没有继续追击，而是悠闲地玩起了荡秋千，仿佛很享受这场猎杀游戏。艾丽被吓得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，下一秒灯光突然亮起，伴随着欢快的音乐，旋转木马开始启动。艾丽被吓得摔倒在地，丝毫没注意到星星眼已经来到她的身后。艾丽本能地向后退去，差点被对方击中要害，然后凭借敏捷的身手一脚将其踹倒在地。星星眼彻底暴怒，捡起刀继续追击，准备尽快结束这场杀戮。然而就当他准备下手时，一辆警车正好经过，听到艾丽的求救声，急忙上前查看。可当他们追上来后，对方早就消失不见。就在艾丽向他们询问大壮的情况时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星星眼落网的消息。艾丽有些难以置信，他们抓到的100%是个冒牌货，真正的杀手还在外面逍遥法外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。随后杰克和珍妮找到艾丽，希望到现场指认凶手，可当他看到对方后却彻底傻眼。原来他们把大壮当成星星眼抓了起来，并且在他身边发现了那个经典头套和一把带血的弩箭，因此怀疑他和星星眼有关，必须立刻带回警局详细调查。可无论他怎么审讯，大壮始终强调自己是被冤枉的。他单身20多年，至今还没找到心仪的对象。另一边，艾丽也被当成证人进行询问，不断向警方证明大壮是清白的。他们一起被星星眼追杀时不小心走散了，之所以被当成猎杀对象，是因为他们当着前男友的面撒了把狗粮。就在这时，灯光突然熄灭，整个警局陷入黑暗之中。艾丽知道是星星眼已经杀到，劝他们多加小心，可胖警官根本听不进去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就被埋伏在此的星星眼穿了个透心凉。关键时刻，艾丽迅速关闭手电筒躲了起来，可让她万万没想到，星星眼居然开启夜视模式，能轻松锁定艾丽的位置。不幸的是，由于可视范围较低，不小心被艾丽偷袭。艾丽急忙跑出房间向珍妮求助，看到变态杀人狂如此猖狂，珍妮果断拔枪示警。杰克听到枪声后立刻出去查看，不料刚来到转角处就被对方一刀命中。另一边，艾丽误打误撞来到大壮隔壁的房间，大壮听到声音后拼命呼喊，让他帮忙到外面寻找钥匙。可艾丽早就被吓破了胆，始终没有回应。就在这时，星星眼破门而入，拿出30米的砍刀向他缓缓走来。大壮被靠在桌子上无法逃跑，只能围着桌子不断和对方周旋。就在这时，隔壁传来一声枪响，原来艾丽并没有离开，直接找到一把手枪与其对抗。在火力的压制下，星星眼只好先行撤退。危机解除后，两人迅速跑出警局，不料差点和一辆卡车迎面相撞。还好大壮反应及时，一把将艾丽扑倒在地。随后两人来到一家汽车电影院，随便找了一辆汽车躲了起来。没想到一对情侣正在后面切磋，艾丽好心提醒他们变态杀人魔就在身后，劝他们最好穿上衣服准备逃跑。不料小黑不但不相信，反而玩得更刺激。很快女人的叫声引来星星眼的注意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残忍虐杀。场面瞬间乱成一团，星星眼也不再隐瞒，开始对周围的人进行无差别猎杀，很快就将浪漫的情人节变成人间炼狱。大壮本想带艾丽趁乱逃跑，不料艾丽突然圣母心爆棚，认为星星眼找不到自己还会伤害更多无辜的人，希望大壮和他一起干掉这个变态杀人魔。可还没等大壮回答，艾丽突然大叫一声把对方引过来，大壮再次和对方扭打在一起，结果和之前一样，没帅过3秒就被对方打倒在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艾丽从背后偷袭，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星星眼愤怒不已，一把掐住艾丽的脖子。大壮趁机捡起地上的砍刀，一刀刺破她的胸膛。没想到两人就这么轻松干掉了让警方都无能为力的变态杀人魔。通过这件事，让大壮对艾丽逐渐产生了好感，主动留下了电话号码，希望和他联系。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他要到外地参加活动。回到家中，艾丽发现自己爱上了大壮，满脑子都是他们在一起的画面。闺蜜得知后劝她趁年轻一定要为爱疯狂，千万不要错过自己喜欢的人，这样的人生才算完美。于是在闺蜜的鼓励下，艾丽急忙跑到机场寻找大壮。就在这时，她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里面传来大壮的惨叫声，对方让她独自前往郊外的教堂，否则只能为大壮收尸。艾丽想也没想，火速来到教堂。走进房间后，发现大壮被绑在中间，周围到处摆满了蜡烛，看上去好像一场浪漫的求婚现场。然而下一秒，又一个戴着星星眼面具的杀手出现，他毫不避讳地摘掉面具，告诉艾丽他们杀死的只不过是他的脑残粉而已。近年来一直在模仿他们的作案手法，而他真正的搭档却是他们熟悉的警员珍妮。10年前他们在一个聊天室认识，发现对方都有一个特殊癖好，喜欢狩猎、杀戮，轮流玩弄猎物。于是他们选择在这里结婚，继续将他们的屠杀事业发扬光大，专门猎杀那些处于热恋中的情侣。可艾丽实在搞不懂，她和大壮不是情侣，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手？
珍妮表示，原本他们的目标是她的前男友，都怪她和大壮那一吻让他们改变了目标。随后，珍妮让他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告诉他枪里只有1颗子弹，让他亲自决定他和大壮的生死，顺便验证一下他们的猜测是否正确。如果爱，就用自己的生命拯救大壮；如果不爱，就杀了他自己离开。不料这番话让艾丽陷入两难。自从被前男友伤过后，她就不再相信爱情，总以为他会毁了自己。没想到大壮的出现让他再次看到希望，幻想自己拥有一段童话般的爱情，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夜也心甘情愿，因为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大壮。大壮听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劝他放下枪，千万不要做傻事。大卫看着两人绝望的样子兴奋不已，结果没想到艾丽不按套路出牌，子弹从大壮肩膀穿过，正好击中珍妮腹部，然后趁乱搀扶着大壮迅速撤离。大卫看到女友中枪后彻底暴怒，起身后对两人疯狂射击，然后拿着大砍刀向他们步步逼近。女友强忍着疼痛也加入战斗，一人一个再次将两人分开，准备享受最后的虐杀时刻。然而就当这把刀离他的喉咙只有 0.01 毫米时，大壮无意间摸到一把弩箭，趁大卫不注意直接射爆他的眼球。大卫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一边挣扎一边向后退去，不小心撞倒身后的蜡烛，滚烫的蜡油瞬间洒满全身，终于让他体会到被虐的感觉。艾丽趁对方分神之际也迅速反击，不料主角光环早就被他用光，还没反应过来就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暴击。随后被珍妮骑在当下，拿出匕首准备为死去的大卫报仇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艾丽从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吸管，直接刺穿他的喉咙，然后拼尽全力抱着他撞向后面的石像，正好被上面的铁剑刺破喉咙，在身体的拉扯下活生生将他的脑袋扯了下来。就这样，两个变态杀人魔被他们彻底消灭。镜头一转，来到1年后，艾丽和大壮再次来到那家汽车电影院。之前的经历让艾丽感到有些不适，但对大壮来说，这是他真正爱上他的地方。随后掏出一把钥匙，真诚地邀请艾丽和他同居。艾丽表面上看似淡定，其实内心早就兴奋不已，终于可以摆脱电动玩具，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。